哪来的愣头青？懂不懂规矩？进别人的地盘不知道先递帖子，空着手就来了。里面的恶贼听着，数到3，立刻滚出来受死，否则本将军今日就踏平这绝命谷，把你们剁碎了喂狗。老二，跟一群死人废什么话？直接放火烧山吧。攻击！肉盾，还是绝命阁穷得揭不开锅，派个刚断奶的孩子出来碰瓷。呸！吵啥？哪来的愣头青？懂不懂规矩？进别人的地盘不知道先递帖子，空着手就来了。绝命谷改托儿所了？没听说啊，将军。哼，我在恶人谷混了3年半。连那只大黄狗见了我都得绕道走。喂，那个黑探头，看你这马不错，腿够长，杀了吃肉肯定劲道。把马留下，衣服扒了，跪下磕3个头，本座饶你不死。小娃娃，让你家大人滚出来！晚一步，本将军把你这破谷给平了。好久没遇到敢跟本座叫板的硬茬子了，这黑大哥看着挺精打。找大人，本座就是这儿最大的大人。哼，看招，天女散花。那是大夏皇室特赐，只有成亲王府嫡系血脉才有资格佩戴的麒麟锁。背面这个鸠字，是3年前妹妹满月宴上，我因为刻得太丑，被亲爹拿着藤条追了3条街的杰作。每一道划痕，每一个牙印都无比熟悉。绳结是用最复杂的9转同心结编的，天下独一份，是我熬了3个道宵亲手编给妹妹的。怎么样，黑探头？怕了吧？你们这金镶玉的板砖，本座库房里堆成了山，拿来盖茅房都嫌硌脚。识相的就把那匹黑马留下，再给本座磕3个响头，喊一声大当家万岁，不然本座就把你们的腿打断，种在土里当萝卜养，明年秋天还能多收几条腿。大哥，没跑了。这目空一切的狂劲儿，这满嘴让人听不懂的胡话，还有这天生神力，这绝对是咱陆家的种。欢迎收看本期关于我打劫了自己亲哥这回事儿。小祖宗哎，那是活阎王啊！快回来，别去送人头，快跟蜀回地窖躲躲。这点子扎手，咱们吞不下。祖宗松手啊，命要紧。放手！那是本座的肉，那是本座看上的马，谁敢拦着，我要把他烤了下酒！放开他！谁敢动他一根手指头，老子屠了你们整个谷！胡主少谷主跟这帮官狗拼了，18年后又是一条好汉！让开，挡住本座了！小的们，怕他个球！他就一个人一把枪，给本座一起上，咬死他！慢着，别动手，别动伤我近情。自己人，全是误会。看，这眉眼，这神态，这藐视丛生的霸气，简直是一模一样。这俩人眉宇间那股子看谁都不顺眼的狠劲儿，确实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这是那帮京城的达官贵人来接流落在外的千金大小姐了，这哪里是杀神，这是财神爷呀！哎，我的亲娘啊，原来是家里人啊，吓死老子了！有阴谋，绝对有阴谋。这2个领头的凑在一起嘀嘀咕咕，定是在商量什么损招。难道是看硬攻不行，想用美男计？哼！想算计本座，也不去打听打听。绝命谷方圆500里，谁不知道本座是铁石心肠？秋儿，别闹了，跟哥哥回家吧。家里有大房子，有软的像云一样的床，还有吃不完的桂花糕和糖蒸酥酪。少来这套！想招安本座，当一告诉你，宁做鸡本座这绝命寨虽小，同免独立山头，门都没有。招安山头，这孩子3年到底是在什么环境里长大的？怎么开口全是江湖口训？这突如其来的认亲，是道德的沦丧，还是人性的扭曲？欢迎收看本期
关于我打劫了自己亲哥这回事儿。这要是谈崩了，这3万大军再杀回来，我们还不得被剁成肉泥？大当家，别冲动，这可是现在叫成亲王府的大堂口的。这2个人听说那个帮派富得流油，地盘比咱们这股大1万倍，遍地都是。他们这是看中了大当家您的才华，想请您去京城当总瓢把子，主持大局啊！来人，把咱们准备的物资都抬上来。这是我们京城分舵特意孝敬给古里兄弟的入伙费，只要大当家肯赏脸去京城坐镇，这些都只是见面礼，以后还有更多。好家伙，随身带着这么多现银口，确实是块肥肉，值得本座亲自去咬一口。软的，真金，成色十足。行，看在你们这么懂规矩，连投名状都备好了的份上，本座就勉为其难去接管你们那个分舵。以后跟着本座混，只要本座有一口肉吃，就少不了你们一口汤喝。好好干，本座不会亏待功臣的。恭喜成亲王府成功聘请绝命谷大当家出任京城分舵总瓢把子。好，只要妹妹肯回家，二哥就算喝汤也愿意，喝洗脚水都行。这么大个子，居然只想喝汤，看来是个傻的。以后得多给他抢2块肉补补脑子，毕竟是自家新收的头号打手，带出去不能丢人。大当家，你可要照顾好自己啊！京城人心险恶，您千万别被人骗了。大当家，这是给您留的大肘子，路上饿了垫肚子。哭什么丧？都给本座把眼泪憋回去！本座是去京城拓展业务，又不是去送死。小的们，守好咱们的老窝，别让隔壁山头的把咱们猪偷了。等本座把皇帝老儿的地盘打下来，就接你们去住皇宫。到时候金銮殿上烤红薯，用那张破龙椅给咱们劈柴烧火。我觉得妹妹说的对，那龙椅看着是挺结实的，应该很耐烧。妹妹要是喜欢，回头我夜里进宫，把金銮殿上的金砖撬几块回来，给她搭个灶台，多大点事儿。完了，这哪是接妹妹回家，这是接了个祖宗回宫搞装修来了。这地毯太软，一脚踩下去都使不上劲，肯定是陷阱，下面指不定埋着捕兽夹。还有这熏香，味道这么怪，闻着头晕，8成是某种让人四肢无力的10香软筋散。看来这帮人防范心很重。那个大当家，脸上脏了，那个擦擦吧。图穷匕现了，这小白脸笑得一脸奸诈，手里拿着块白布凑过来，肯定是想用蒙汗药捂死本座，然后独吞那10香金条。想得美！喏，这布料不错，挺吸水，剩下的赏你啦。这是妹妹奖赏的，这是亲妹妹给的第1件礼物，虽然有点谢大当家赏赐。好好收着，以后跟着本座少不了你的好处。这就对了，这小白脸虽然心眼多，但还算识时务，知道收下本座的信物，看来已经被本座的气场折服了。大哥送了手帕，那自己得送吃的，准没错。大当家，饿了吧？快尝尝，这是刚才从总斗带出来的，热乎着呢，平日里连我都吃不上。好啊，五不思皇的就开始下毒了，毕竟是欺负我不懂药理。在绝命国，越好看的蘑菇毒性越大，这是常识。黑大哥看着行，没想到心肠如此歹毒，竟然想给我吃断头饭，想毒死本座。行，那咱们就看看谁命硬。妹妹要吃了，妹妹肯吃我的东西了，看来还是我这个二哥更亲。多吃点，别给本座省着。妹妹这是在喂我，这么好吃的御赐糕点，她一口没舍得吃，第一口就塞给了我。这是什么？这就是血浓于水的亲情啊！这就是兄友妹恭的典范啊！好吃，谢大当家赏，真甜，比蜜还甜。没死，看来这毒性不强，或者是慢性的，又或者是这傻大哥皮糙肉厚，抗毒性强。不管怎么说，这俩人一个想捂死自己，一个想毒死自己。这车里是风爷爷10连梅路都没有，太危险！万一打起来，本座连个撤退的机会都没有，简直是瓮中捉鳖。二公子使不得呀，那是世子爷的心头肉啊，那是命根子啊，不能吃啊！好家伙，这是欺负本座初来乍到，想给本座来个下马威。大当家觉得如何？这就是咱们的新堂口。哼，凑合吧，就是这大门太红了，
俗气。那块牌子看着成色不错，好像包了金边，回头让人抠下来熔了，能给谷里的兄弟们一人打个金路子戴戴。那可是先帝御笔亲廷的匾额，那是皇家的脸面，熔了打金戒指。这要是传出去，我们全家都得去宗人府喝茶。这看门的家伙事儿看着不太结实啊，这种石头脆得很，一碰就碎，怎么挡得住仇家上门？小郡主有所不知，这是太祖皇帝赏赐的汉白玉狮子，坚硬无比，刀枪不入，那是咱们府上的镇宅之宝。坚硬无比，哼！本座看未必。先进去瞅瞅，让本座看看这新堂口到底咋样。这新堂口伙食不错啊，居然养这么多储备粮，今晚捞2条上来炖汤，记得多放点辣和花椒，给兄弟们补补身子。那是观赏鱼，那是风雅之物，那是拿来看的，不是拿来炖汤的。大当家说的对，这鱼看着就嫩，正好我饿了，我去抓，一定要炖个麻辣味的。二公子使不得呀，那是世子爷的心头肉啊，那是命根子啊，不能吃啊！怎么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？那鱼不能吃，这破石头总能用吧？本座这包袱里带了坛陈年老咸菜，那是绝命谷特产。这一路颠簸，盖子老是往外漏气，缺个压缸石。回头让人把这玩意儿搬本座屋里去，哪间房子归本座？记得挑个宽敞的。用西域贡品红珊瑚压咸菜缸，这简直是丧心病狂，这简直是对艺术的亵渎。好好干，本座亏待不了你，年底多分你2块猪肉。你有意见？搬，现在就搬，不仅要搬，还要挑库房里最大的、最红的搬。只要大当家高兴，别说压咸菜，就是拿去垫桌角、砸核桃都行。不错，你这小白脸虽然看着弱不禁风，但这股子败家劲儿不对，这股子爽快劲儿，本座喜欢。脑子活，手松，是个做大事的料，适合管后勤。行了，以后你也别当什么世子了，听着怪别扭的。本座封你做这分大的狗头军师，专门负责管账和给本座压咸菜缸。我是该谢恩呢，还是该直接晕过去呢？好好干，本座亏待不了你，年底多分你2块猪肉。等摸清了这京城的底细，再带兄弟们去抢那个叫皇宫的大寨子住。我到底做了什么？妹妹真可爱。抢，算了，既来之则安之，先在这个分洞凑合住2天。老王，快看看，本王这仪容乱没乱？这蟒袍合不合身？够不够慈祥？能不能体现出慈父的伟岸光辉？王爷放心，您现在威风凛凛，还温柔爆棚，往那儿一站，堪称跌界顶流，满分跌范本。小郡职见了，绝对求抱抱。啾儿，我的心肝肉肉，也想死你了。慢着。这就是咱们这分硕的上一任老当家吧？我说老当家啊，你这身子骨看着不太行啊，印堂发黑，眼圈浮肿，中气不足，是不是被手底下这帮不省心的小弟给气虚了？难怪你要急着退位让贤，把本座接回来接班。就你这体格，再干2年，怕是连压寨夫人都抢不动了。是爹身子不争气，让啾儿操心了。既是一家人，那本座就不跟你玩虚的了。本座也没准备什么金银财宝。这是老当家，这可是好东西，有钱都买不着。这是绝命谷特产的断尾神龙，别看它长得丑，那可是大补。本座费了好大劲才抓到的。回头拿2两烧拔子，把这玩意儿泡进去，泡足749个时辰，每天喝1口，别贪杯，
保准你腰不酸了，腿不疼了，一口气上房顶不费劲，还能再给本座添2个弟弟，壮大咱们陆家的香火。好，难为啾儿一片孝心，爹这就让人拿去泡酒。不仅泡酒，爹今晚就喝1大碗。只有把身体养好了，咱们才能带着兄弟们做大做强，再创辉煌。别到时候真让隔壁山头的笑话咱们陆家没人了。管他是壁虎还是癞蛤蟆，哪怕是马尿，只要女儿高兴，喝点怎么了？这就是当爹的觉悟。把御赐的8珍席都撤了，那些个花里胡哨的不管饱。换硬菜，换大块的肉，上烤全羊。没看大当家饿了吗？别饿瘦了我的心肝宝贝儿。行了，饭吃饱了，酒也喝了，老当家的身体也开始补了。咱们是不是该聊聊正事儿了？咱们这分渡虽然装修的不错，但出了巷口，斜对门那家看着更气派啊。那家的房子比咱们大好几倍，墙比咱们高3丈。本座没看错的话，就连屋顶上的瓦片都是琉璃瓦吧？也不多抢。本座看咱们这椅子太硬，先去搬2把金椅子回来，给老当家换换坐具。怎么样？这票买卖干不干？干！大当家说的对，对门那家的椅子是纯金的，我早就想搬回来给妹妹当床睡了。那是紫禁城，这哪是接回来个贴心小棉袄啊，这是接回来一个想要带着全家9族消消乐的活阎王啊！大哥，别犹豫了，如今妹妹回来了，咱们更得加快动作。只有坐上那个位置，才能护得住妹妹一世周全。谁敢动她，我就杀谁。好，那就定在谁？这门怎么这么紧？是不是生锈了？本座看书房亮着灯，还以为你们背着本座偷吃夜宵呢。大当家，你怎么醒了？这就去给你拿吃的，这里没什么好看的。蝎妖对，蝎妖在厨房，我这就去拿。嘿，前轻功，后功。好家伙，本座说你们2个大半夜不睡觉在这干嘛呢？原来是在盘道啊！这是粮仓吧？看着有水就足。这是金库吧？肯定堆满了宝贝。这是那个老地主睡觉的窝吧？不过你这点子不行，太糙，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。走正门太鲁莽了，那门口守卫森严，硬冲进去会很麻烦。本座的虾可金贵着呢。那依大当家的高见，当然是挖地道啊！从咱们分舵的后花园开始挖，直接通到他们家灶台底下。先把绝命谷特制的3日醉下在饭菜里，把人都放倒了，然后咱们再大摇大摆的进去搬金子，这叫兵不血刃，懂不懂？这才是咱们绿林好汉的智慧。妙啊！走密道直达后厨，悄悄避开护卫，简直是神来之笔。老二，这么晚了你们不在房里睡觉，躲书房干什么？我怎么听见这屋里有动静？是不是进贼了？哪个不开眼的敢偷到本王头上？爹来了，那个糊涂蛋来了！老当家，快进来，哥哥们正带着本座用功呢。这大半夜的也不让人省心。这是大哥正在教本座认路呢。他说过2天要带本座去对门那个大房子吃席，怕本座第一次去走丢了咱们陆家的脸，特意画了这个图教本座怎么走。那这条线是？这是近路，这叫抄小道。大哥说走正门太远，还得排队检查，麻烦。
走这条路不用排队，能直接进厨房吃热乎的，这叫省事又方便。好，好啊，洁癖有心了，真是长大了。知道妹妹刚回来，对京城不熟，特意连夜教导，这份心意难得。只是这画工，这画的是门口的狮子吧？画的太丑了，跟乌龟似的，还得练练，别丢了咱们府里的人。是，父亲教训的是，儿子一定勤加练习，绝不给家里丢人。行了，也不早了，学习虽然重要，身体更要紧。这门怎么坏了？看着都关不严实，明天让管家找个铁匠来修修，换个结实点的。九儿啊，跟爹回去睡觉吧，明天爹让人给你做红烧肉吃，管够。好嘞，既然有肉吃，那本座就先休息啦。老当家慢走。黑探头，这就是你带的冰，怎么跟没吃饭似的，软绵绵的。大当家，不可轻视，这些都是百里挑一的精锐，每一个都身手极强，战力超群。就这额头练的倒是挺硬，跟个都快铁疙瘩似的。就它了。